如果你愿意把幻虚神技之能传授于我自然是愿意。萧炎也没有否认，毕竟这是强者如云的天元界，比自己强的很多很多，所以对于幻虚神火的问话，萧炎自然是不会拒绝。如果拒绝，这人必定是一个傻子。哈哈，你这小子还真是不客气啊，不过老夫喜欢你的直爽。火莲花上的白发老人便是大笑起来，接着道：那就让你的灵石进入我的万火神域中吧。下一刻，萧炎的灵石便是进入了一个绚丽无比的奇异空间。这个空间很大，就连萧炎的主境灵魂都无法探测这处空间的大小，就感觉自己的灵魂力量无限延长。那么这处空间也是如此。直觉上，萧炎感觉这处绚丽的奇异空间也就堪比斗气大陆面积，就是你想要探查这奇异空间的大小时，这处空间也会跟着无限变大。萧炎的灵石进入这奇异的空间后，感觉自己的地岩都是变得滚烫起来，体内的一股热气不断的升腾，竟然令得皮肤都开始无比的升腾起来。这也是萧炎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如今的萧炎对于火道的造诣极深，身体也不会出现这么直观的效果。呵呵，小子，这就是万火神域的特殊存在。此时白色火莲花上的那位白发老人微微笑道：什么是万火神域？萧炎疑惑道。他只感觉自己进入这奇异的空间之后，自己像是被一团火焚烧一般，强如地岩也没有让自己感受到如此之感。白发老人的目光打量四周，然后白色的莲花之眼散发出微弱的火芒，随后一道犹如是神府示众生时的神圣声音传出：万火神域乃是天下万火都无法进来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火的领域。你体内的地岩虽强，但是来到神火领域，自然会有一股力量会排挤它。萧炎这才明白过来，难怪自己一来到这处奇异空间，体内的地岩发生了这种变故，原来是万火神域的原因。不过在这里待长时间的话，地岩的温度将会继续上升，就算是萧炎也会扛不住，毕竟这里乃是神火的领域，主宰境的实力谁会抵抗住如此威能？就算是一些神奇，对于神火的那股毁灭力量都会忌惮无比。小子，只要你能够在这里待上10天半个月，承受这里火神之源的淬炼，你的肉体以及你的地岩将会变得更加强悍强大。日后就算你对战比你强上一丝的强者，你也可以使用被火神之源所淬炼过的强大肉体来与之对抗，就连你的地岩也会变得不坚不摧。虽然无法比得上真正的神火那等破坏力，可比起圣火同等级的火焰还是首屈一指。而且想要修炼幻虚神技，对你的肉体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只要你的肉体够强，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就会越强大。所以你可以先在其淬炼一下肉体吧，毕竟刚来这种空间，还需要适应一下。萧炎一惊，这神火果然强大，不仅有着万火神域这等专属领域，而且还能在其空间的火神之源淬炼肉体，还有一道幻虚神技，这简直就是宝藏啊！而且每一种的存在都是极其强大，超乎萧炎的认知和想象。忘了和你说，在万火神域中也可以征服所有神火，成为一位万火神域之主。那么到时候的你，可以说在大宙中都是前10的存在。忽然白发老人说出来的话令萧炎都大吃一惊，万火神域之主，大宙前10。对，虽然这里是万火神域，是神火的领域，但是9道神火自诞生以来就有自己独立的神性，他们都想再成为最强神火，所以在当年为了争夺神火排名，万火神域中发生了神火之战。萧炎听得震撼人心，没想到连神火都是存在着这种可怕的神性思想，更何况是人类呢？那最后怎么样了？白发老人叹了一口气，最后神火之战的排名便是出炉了，而我幻虚是最后一名。什么？幻虚已经如此强大，也只能排在末尾。如此来说，在幻虚之前排名的那些神火，岂不是？萧炎想都不敢想下去了，看来自己的修炼意图才刚刚起步而已。至于日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自己也说不准。神火威力太过强大无比，就算是萧炎不能够保证全部炼化，只要炼化一道神火，都有着足以媲美一位神奇的力量。其他神火威力更强，所以日后要是遇上，你可要小心那些神火，他们只要一出现，就算是神奇都会陨落于他们的手中。那等毁灭的画面足以令那些神奇都是十分忌惮。不过忌惮归忌惮，有些胆子大的神奇依旧想要得到收服神火，只要收服了神火，便可提升自身实力一大截，晋级更高的神境层次，去冲击神境的至高境界。那种境界是所有诸神都梦寐已久想要冲击的至高境界。不管那些神火有多么强大，我萧炎一定会尽力而为。如果成为万火神域之主，便可有着大宙前10的实力，自然令萧炎的那一股热血再度沸腾起来。当年3年废物之名，以及被那然嫣然退婚这些事情，何曾让萧炎低头？最后经过自身不懈的努力，九死一生之后，终究踏上了斗帝之路、圣品之路、主宰之路，以及如今也即将要踏上成神之路。就像当初强大的异火以及圣火都被自己收服，神火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万火神域之主？萧炎那股血热也再度的渐渐燃烧起来。很简单，便是把9道神火全部收服，只有让其他神火屈服于你，而你便可以成为万火神域之主。白发老人用极为简单的语气来描述如何成就万火神域之主，不过在萧炎听来，这直接要了他的命。收服9道神火，萧炎一脸震惊，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吧？虽然之前能够收服异火榜和圣火榜上的所有火焰，那么是有着焚绝功法，而神火毕竟是神火呀，
其中的那等神圣的火属性本源，就算是焚诀都无法驾驭吧？我相信你可以办到。白发老人再度似笑非笑的望着萧炎那一脸震惊的模样道：“焚诀可以收服多种神火。”萧炎有些不敢相信。当然可以，你忘记了你的焚神诀中有着一股焚神之力，虽然目前很微弱，但是随着神火的吸收，便可以激发出焚神诀更多的焚神之力，而这股焚神之力便是可以帮助你收服大咒中的9道神火。白发老人也将之前纪元遗迹的时候，在萧炎体内感受到的那一丝微弱又令他无比忌惮的力量，就是焚神之力。没想到焚神诀中焚神之力便可助自己收服9道神火。萧炎捏了捏自己的拳头，双眼射出一道金光，对神火力量的渴望是越来越强了。那么你现在就先在这万火神域中来淬炼一下自己的肉体。对了，用你的地炎护住自己的肉体，一起淬炼吧。白发老人说完便是消失在萧炎的眼前，留下萧炎独自一人。萧炎也不再多想，旋即盘坐而下，地炎之火瞬间浮现而出。只不过如今在万火神域中，曾经那万火之中的帝王之火也变得有些暗淡几分。不是地炎弱了，而是万火神域乃是神火领域，所有的火焰进入神火领域的话，都会被这里的那股火神本源所排挤，所以这股力量就算是地炎都有些无比的忌惮。这里的火神本源真是太强大了，不管是我的肉体还是地炎，竟然都有些抵抗不住。萧炎感受着肉体上传来的那种被撕裂血肉的疼痛，但是萧炎并没有因为这样去退缩，因为一旦这样退缩的话，那么日后将要成神更是遥遥无期。为了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所有的难关都要靠自己一步步的去闯，旁人只是指点或者帮助你，而真正想要成神的话，那种机会只能是在自己的手中。地炎之火将萧炎彻底的包裹而尽，犹如是萧炎穿了一件绚丽火焰的铠甲。万火神域的空间中散发出一道接着一道的火神本源，正冲击在萧炎的身上。在这一碰撞之下，绚丽的地炎铠甲上的火芒都是微弱了几分，其内的萧炎发出一道沉闷声响。这种痛苦的磨练不是常人可以坚持得住的，因为一旦在这里被火神本源的淬炼成功，那么自身的肉体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层次。既然自己的修为还只在大主宰巅峰，为了修炼幻虚神技，怎么也得先把自己的肉身提升更高的层次。与此同时，为了1个月后那诞生的新天，灵动也没有浪费时间，为了更高让自己变得更强，也直接选择了修炼。之前在纪元遗迹中获得的时间祖符中有着极其强大的祖符本源，所以灵动想要将时间祖符中的本源吸收炼化，来提高自己的修为境界。虽然天元界的世界本源之气非常的浓郁，但是想要在短时间被突破至最强主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想要在1个月内突破更高的境界，就必须利用一些神物的本源，方才能够有着一丝机会。时间祖符出，灵动一摊开手掌，一道黑色的祖符便是在其掌心之上浮现。随着黑色祖符出现，在其周身隐隐的感觉到一股玄奥的力量被散发出来，一旦受到这玄奥力量的冲击，就会被时间之力所紧固。同时这也是非常难以破解的祖符力量，对敌的时候，这时间之力配合空间之力将会达到一个极致的层次，是灵动的一个强大底牌之一。时间祖符，我此刻就将你的本源吸收炼化至其身，而你也就成为我能力的一部分，不知道能否让自己突破至最强主宰。灵动也不敢100%的确定，吸收时间祖符后能够让自己的修为境界达到最强主宰，因为最强主宰的力量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轻易的去突破，毕竟那可是神奇之下的最强主宰。灵动催动体内的世界之力灌入到时间祖符之上，随着世界之气被灌入其中，时间祖符散发出黑白之色的光芒，最后将灵动所处的空间也变成了黑白之色。但是这画面并不是禁锢时间枷锁的能力，而是灵动将这股力量散发出来后，利用8组琉璃体所谓媒介，然后将强大的时间本源尽数的往自己的体内爆冲。在这种疯狂的冲击之下，体内的世界之力正在开始节节的攀升。灵动见状也是微挑眉头一下，双眼微闭起来，精准的控制着身前的8组琉璃体。黑白之色的时间本源进入8组琉璃体，旋即再由8组琉璃体所释放出来，这股释放出来的力量便是被灵动尽数吸收而尽。虽然这等吸收炼化的速度非常快，只不过想要真正的达到突破最强主宰，就算在这等极快吸收时间本源的情况下，也得要花费半个月之久，说不定就能够突破晋升最强主宰。萧兄，虽然你收服了神火，但是我灵动自然也不会落后，希望还是能够与你并肩作战。当年自己从天玄大陆飞升上位面大千世界通道中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萧炎。当时自己踏入祖境10年时间，对于刚踏入祖境时期都是更加的精进了不少，但是在那次遇到萧炎之后，便是从后者身上感受到了无比可怕的炙热气息，就连自己都是有些热血起来。便是在那次之后，灵动就认为萧炎必定是与自己一样强大的对手。后来在大千世界的10年时间里，不尽火域的萧炎和武境的灵动皆是成为大千世界的巅峰传奇人物，就算圣品天至尊都是对其二人感到无比的忌惮和恭敬。到了如今，他们之间的实力有时候就会被拉开距离。此前萧炎在纪元遗迹所施展的毁灭炎神，发自内心的说，就算是灵动自己都没有把握能够在萧炎那毁灭炎神的毁灭之力下，保证毫发无损的对抗下来。所以在那一刻起，或许萧炎的力量开始渐渐的与他们拉开距离，但是如今灵动依旧有着足够的自信再次追上萧炎，因为时间祖符的力量如果彻底的领悟，那么无疑将会是能够比肩毁灭炎神的强大力量。这对于灵动来说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萧炎与灵动二人都选择在修炼的时候，
另一个房间的牧尘则是依靠在一长座椅上。这并不是说牧尘不修炼，而是在纪元遗迹中，自己并没有得到适合自己的传承和一些强大的至宝，所以就算牧尘想要尽快突破最强主宰，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时候。1个月后的新天诞生中，不知道那里的古老元气是否能够让我的实力再次提升一丝。牧尘也准备为新天诞生而做准备。来到天元界之后，牧尘才渐渐地发现这个大界的资源太过丰富无比了，比起当年的大千世界甚至千元界，两者之间比起来依旧差距太大了。大宙中3个等级只差竟然如此之大，难怪第2等级世界中无论是哪一个强大种族入侵第3等级的世界，都是具有恐怖毁灭性的存在。所以说，如果当时萧炎、灵动、牧尘3人没有离开千元界，而是选择继续在千元界守护的话，就算其天赋再怎么惊艳绝伦，都无法有着再度提升修为实力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牧尘第一个踏入主宰境后，就算过了28年的时间，都没有提升一点实力的现象，因为大千世界的本源已经达到了顶点，这顶点的能量只能让一些在苍穹榜留下姓名之人突破至主宰境而已。想要再提高实力，除非在这世界中有着足够强大的世界本源，才能让其提升修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大千世界与小千世界合体之后，世界本源达到了更高的高度，千元界再将苍穹榜让萧炎、灵动、牧尘3人晋升大主宰巅峰。之前遇到的天心界之人好像也是修炼法身的，没想到在这大宙中修炼法身的可不止我一人。传闻天心界的守护者那所修炼的法身更是无可匹敌的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法身呢？牧尘心中有些想法，自己的原始法身如今也才只有后5座，那么其他5座到如今还没有一点思绪，而且有关法身信息的目前也只有天心界。但是1个月后便是诞生新天了，那时候将会是一场天元界中的这些天之骄子蜂拥而出，某些强大势力才会借此占领新天之的来创建势力。所以在这种强者如云的云集之下，就算是牧尘自己都感觉到棘手，想要前往天心界的时间也不够，只能领悟现有的5座原始法身了之力了，不然到时候以自己的大主宰巅峰实力，就是他们眼中的蝼蚁了。新天诞生，就连最强主宰都不堪入眼，所以能够进入那里面的人中，必定是种神骨入神境的神，这也是对于他们那些神奇有着实力上的提升，或许可以从中探索到神之本源，也就是神元之气，这就是能够让神奇提升实力的本源。所以这道本源一般只会出现在第1等级的世界，但如今随着天元界进入神纪元，那么又有一座新天的诞生，这就代表着来自神纪元世界的本源孕育出来的一方新世界，比起其他的9天更强，或许其中也诞生了诸多先天神灵也说不定。如果真的有先天神灵的诞生，那么或许能够比肩当年的祖龙和圣神的强大存在了，那种存在那是相当于神器联盟里的神使，那些神使的实力基本都是一方神器，续列位之神，那股力量就算是牧尘底牌用尽也无法伤及一丝。到了那个境界的力量不仅强大，而且还无比的神圣，那种万物之上的神之力量，并且天元界的天骄无数。此前来纪元遗迹中的王熙还只是混元天排名第4的血海玉，实力已达最强主宰巅峰。那么排名第3的紫霄玉，第2的武神玉，以及第1的万祖玉和后来居上首位的天渊玉，这些势力中还有着准神以及神奇的神圣存在，所以神奇对于牧尘他们而言更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看来是时候修炼太初世界体的力量了，恐怕现在的萧炎兄和灵动兄正在炼化他们从纪元遗迹中所获的神火和祖符。牧尘嘴角一笑，然后便是把自己的5座原始法身召唤而出，瞬间在这间房间里充斥着浓郁的原始气息，每一座原始法身上散发出一道道古老原始的金光，然后5座原始法身开始朝着中间聚拢，那几道金光更是耀眼无比。这股古老原始的力量乃是世界诞生之初时便是存在的一种神秘力量，故为太初之力。牧尘双眸一正，身影瞬间没入这金光万丈之中，太初之力不断的凝练释放，那画面极其的震撼。萧炎、灵动、牧尘他们3人皆为了1个月后新天诞生做修炼的准备。天元界的强者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底蕴如果入侵第3等级的任何一个大界，几乎都是无力抵抗的强大力量。所以大千世界那时候应该庆幸天邪神还没有将大宙中的法则了解透彻，不然等天邪神释放出神之力量的话，就算是萧炎、灵动、牧尘3人同时踏入主宰境，也无法将其击败，甚至大千世界上的所有生灵将会彻底的毁灭。除了萧炎3人为新天诞生做准备外，天元界的9天之中，那些各大势力皆是在这期间加强了修炼，甚至有些天之骄子每天每夜的在族中修炼最佳之地开始奋斗努力修行。那么唯一没有去修炼的也只有天元界的那4位古尊以及9天大尊和那已经成神的6尊之神。不过6尊之神中的武瑶和苏佑威在数万年之前便是离开了天元界，如今留在天元界的只有吞噬之神、赵牧神、剑神、李纯君、青神、楚清、祖涛之神、吞吞，这些乃是已经纳入神列之中，神奇实力已达续列位之神，只有他们如今依旧留在故乡，守护着天元界。
除了他们4尊之神外，还有归墟神殿这等庞然大物，可召集天元界巅峰的战力，一同守护自己的大界和平。就在9天都在准备1个月后，既然诞生的新天做准备之时，9天之外的新天附近，这里充斥着无边的魔气，而且这股魔气与当年域外邪族入侵大千世界的魔气简直一模一样。其中有着几道身影悬浮在新天附近。原本新天的诞生应该是万物生灵诞生的时期，而是这里的魔气能够令一些新生命都会无尽的枯竭下来。无边的魔气中竟然就有将天地中的元气都被侵蚀殆尽，简直就是黑暗毁灭的力量。突然间，2道身影便是出现在魔气的中央，对着他们眼前的那一位黑色神卵无比的恭敬道：无神，我们已经回到自己的故乡了。说话的那道身影身穿金袍，一头白发，看上去容颜似乎颇为的年轻，但那对幽深的眼目却是让人望而生畏。这道身影放在大千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这模样子啊，当年能够让擎天、不死之主、青山剑圣等人都是忌惮的强大存在，而他就是圣天魔帝。还有圣天魔帝身边的另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暗天魔帝。这2位就是域外邪族中天邪神的左膀右臂。当年天邪神陨落，诸多大千强者开始对域外邪族领地的进攻，从而导致所有的域外邪族中的魔帝皆是纷纷陨落。最后只有圣天魔帝以及暗天魔帝2人动用他们先天神灵的秘法，才成功的逃脱出大千世界。他们皆是身为先天神灵，意志极其的强大，凭借主宰境的力量无法将天邪神的意志彻底的抹杀，所以当年的陨落对于天邪神来说就是一具肉体上的毁灭而已。待得天邪神在那混沌空间爆炸之后，他的神灵意志便是通过先天神灵的特殊力量，经过数几十载的时间，便是回到了他们这些神灵诞生之地，也就是9天之外的古元天。古元天，祖龙诞生的祖地拥有第一序列神的力量，于混沌中开辟了天元界，创造众多天域与无数的空间，后深化天元界的生灵万物，同时也是先天神灵的诞生之地。天地初开时，万物未生之间，诞生了第一个神族，那个神族叫先天神族。先天神族天赋异禀，极为的强大，在神纪元时期，他们就是天地间的主宰者。随着先天神族的诞生之后，其余的万物种族也开始渐渐的诞生，只不过在先天神族那等神威之下，不论人类还是魔兽接触这先天神族旗下，受其奴役掌控。在那后来，诸族之中也有一些强大的神灵开始发起反抗，从而爆发了一场大战，这才脱离了先天神族的奴役。而这先天神族到后来的时期中，依旧是高人一等，不可侵犯，神灵族之人地位崇高，其余的种族不敢与其相对，被肆意践踏。但是后来他们这些先天神族便是发现，在他们之上似乎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那就是第一序列。虽然知晓了在他们这些先天神灵之上还有一股比他们更强的力量，但是那股力量也不是他们先天神灵能够染指的，因为那是祖龙的力量。先天神族的最强神灵于祖龙之后而生，为第2序列，其力量无穷，但却弱于祖龙，无法成为世界之主，问鼎第一序列。不知又过了多久，先天神族在他们族中最强神灵的带领下，改名为圣族，基于祖龙的第一序列力量，但祖龙生化万物，因此意图灭绝诸族，将所有生灵逆转成祖龙之力，成就自身，进入第一序列神圣族之神所创造的诸多种族，其目的是为了消灭祖龙所化的诸族，借此回收祖龙的力量。实际上当年圣族之神所选择的是错误的道路，若是圣神没有去妄想祖龙经，哪怕是修出丝许至高之力也是妄然。创造圣族后，圣族之神开启灭界之战，后来被世界最深处涌现的祖龙意志重伤沉睡，神体受损，诸多血髓更是被分割出千百道，这些皆被镇压于诸天间。一处圣神血髓被封印于祖魂山，不过这位圣族之神并未就此放弃祖龙的第一序列力量，所以圣族又开始了他们的一场最终计划。但是这最终的计划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这些先天神族似乎有着预卜先知的能力，所以他们会探测到未来的一角，而圣族之神便是知晓自己会陨落于元尊手中，所以早已给圣族中的7大古圣之首的泰米古圣一道神谕，那就是圣族之神将所有的力量全部传承给了圣神之子。经过1-3波折之后，圣族的计划依旧落了空，连圣神之子也落败。而这一次他们不想再发生之前一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已然有了一个计划。在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的身前，那黑色的神卵犹如是藏匿黑暗中一般，滔天魔气朝着新天之地散发。圣魔，无神难道要？暗天魔帝看着魔气渐渐地进入新天之地中，虽然这个新天还没有真正的诞生，他们这些身为先天神灵自然拥有奇特的能力，能够进入这位诞生的新天中。圣天魔帝嘴角微微一笑，然后那双幽深的眼眸看向神卵，看来无神是要赌一赌了。当年圣神已陨落，圣神未完成的事情由无神来完成，而且这一次也将会是无神最后一次成功的机会。如果赌赢了无神，便可冲击那第一序列，登顶天元界之顶峰，如此才可以将曾经失去的全部夺回来，乃至于整个天元界又会成为我们圣族的统治之下。独占4天已经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真正的目标是9天，统治整个天元界。圣神请放心，无神已经继承你的所有力量，这一次也将会彻底的激活你的序列神力，让无神得到全新的神之力量。
到时候等巫神解决了天元界的事情，那大千世界我们依旧会回去算一算那笔旧账。说到这里，圣天魔帝神使的杀意瞬间暴涨，情绪也不再平淡，而是在心中有一股无比的怒意在散发。炎帝、巫族、木族，当年的仇我们圣族必报，要不是世界的压制，我们的实力也不会跌落至法狱境。如今本座的实力已经恢复至巅峰状态，对付你们简直就是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确实，圣天魔帝说的没有错，他们天元界的法域境对应的便是大千世界的天至尊。如今圣天魔帝的实力已然达到三连圣者巅峰，也就是最强主宰巅峰，所以对于萧炎、灵动、牧尘三人闻言，恢复到巅峰势力的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三人。圣魔，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能够帮助巫神冲击第一序列？暗天魔帝虽然也是老辣，但是真正的老辣乃是圣天魔帝，就算是天邪神的一切都是由圣天魔帝一手计划，因为圣天魔帝真正的身份是当年圣族中7大古圣之首的泰弥古圣。南明，如今我们已不是域外邪族，圣天魔帝的称谓也随之消散，我们可以恢复圣族的真实身份了。说完，圣天魔帝露出诡异的笑容，这笑容令人毫毛竖起。原来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便是当年圣族的7大古圣之首的泰弥古圣和南冥古圣，这两位可以有着比肩归虚神殿中的那些古尊的强大巅峰存在。如此也好，暗天魔帝叫久了，还以为真的是这个名字了。南冥古圣阴森一笑道：泰弥既然如此，巫神如今还依旧是神卵状态，想要真正的恢复实力巅峰，还需要一些时日。我们一起帮助巫神完成当年圣神未能完成的霸业吧。泰弥古圣点点头，目光锁定了神卵，发出一道温和的声音道：巫神，为了我们神灵族群的复兴，我们重新改个名字。一旁的南冥古圣似是想到了泰弥所想，喃喃道：泰弥，难道这个名字是？泰弥古圣眼神紧盯着那个黑色神卵，犹如脑海中回忆起比圣族更久远的时期，而那个时候乃是神纪元时期。域外邪族、圣族已成过去，我们如今称之为先天神族。先天神族也是他们这些神灵的最初族群势力，当中就属那位先天神族的最强神灵，领导整个群族走向世界顶峰，成为这片世界之主，让所有的万物生灵对其作奴，他们才是掌管这片世界的先天神灵，而不是祖龙。南冥古圣也是露出了一道久违的笑容，这个名字似乎在他们脑海中都是非常久远的存在，如今再度唤醒这个神纪元时期的族群名字，还真是让人怀念啊。本神回来了，我的故乡。此时那黑色神卵开始不停地颤抖，在颤抖间竟然从中散发出无比可怕的魔气，碰撞在新天的世界薄膜上。这是圣神的声音，还有天邪神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二人并没有因为这诡异的事情而分心，依旧是对着那黑色的神卵立即拱手跪拜了下来，恭迎无神苏醒。听到这两道熟悉之声，泰弥古圣和南冥古圣二人有些吃惊，圣神不是在被元尊的第一序列神力给抹杀了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